Hello， 大家好，我是郭班老师，努隆基 Sam。最近这个北台湾的春天的天气啊，真的是春天后母心哈。有时候呢热到像夏天一样，高温35度。那有时候呢突然又下雨，然后又降温回来，都变成这个凉凉的天气哈。那也刚好是这样子的天气，看到我们今天的影片，比较不会觉得奇怪啦。因为这个影片呢是去年12月拍的哦，正值冬天的时候，大家看我出门啊，还会戴全罩安全帽，穿上皮衣，穿上这个皮手套，甚至于我还有穿这个护膝防风的，免得说这个大腿啊、膝盖啊太冷。好，今天呢大家都有看到标题，我要来去探访一个从来没有探访过的裕丰道路。好，那今天呢，这个正式出发之前，先来到台七线的 GoGo Box 吃个早餐啦。其实今天是一个平日哦，大家有看到这边的车子没有那么多，不然的话，假日这边是一位难求啊哈。其实我今天本来只是想说骑车回杨梅老家看一下家人啦，结果呢想说直接回去有点无聊，所以呢就决定了增加这个裕丰道路的行程啦。好，大家有看到GoGo Box 这边的这个食物呢都蛮好吃的，然后呢价格不算很贵，然后我觉得蛮不错的，所以蛮常来的。好，吃完了早餐之后呢，再从台七线回头往东那就会经过呢刚才我们从台七乙回来的那段道路，左边那边就是我们刚才从台七乙下来先右转过去吃早餐的，那现在又骑回来啦。从这边开始大家有看那个路牌写北横公路，那虽然这整段都是台七线，可是一般人来说呢，认知上都是从这边开始就是北横啦。好，会先经过这个大大的这个转弯复兴乡的这个牌子在这里，这一边呢就可以算是脚板山啦。那在这边右转呢，不久就有一个中油的加油站。那今天要上裕丰道路嘛，想说呢在这边先把油量补满。裕丰道路呢，基本上它是从巴林一直到新竹的渔老那巴林大桥这个地方已经去过蛮多次了，可是每次都是直接走北横，对不对？好，上次这个一日双北从那个宜兰骑过来，也是巴林大桥过了呢，就直接下山。那这个去年12月的时候，我就想说，从来没有从那边弯进去过那渔老观景台也是有去过，因为去这个司马库斯的时候去过。我想说，竟然可以从巴林直接走这条路到渔老观景台，那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想要来去探索一下。那全台湾呢，现在已经都环岛好几遍，然后也有环半岛上武岭，然后那个什么旭海啊，什么龙盘大草原啊，很多地方都去过了。那现在就会觉得说，慢慢的去探索这个北台湾的很多的小路去感受那个很不错的山林里面的风情，就会变成是最近骑车的一个乐趣啦。好，那大家看这个远远的山山势是蛮雄壮、蛮好看的。然后中间还会经过很长的这一段的竹林来到31.1公里处这边有一个路边，我觉得哇太漂亮了，就停下来拍一下这个山势风景。大家知道这边是哪边吗？这个熟悉北横的就知道这边是雪雾闹隧道的出口这边。哇，这边拍照真的是很好看旁边没有什么遮蔽然后呢这个山势又非常的雄伟，真的蛮不错的。好，拍完了照，穿过这个雪雾闹隧道，然后呢会继续的要往巴林大桥来前进。那发现北横这边最近有做蛮大的一个工程他好像想要把道路旁边拓宽，不知道是要做观景台呢，还是要做什么他真的在这个山壁上面扩张了蛮大的一块面积。好，来到这边呢，每次来北横都蛮期待这个路段因为呢现在道路的左前方就会看到一大片的岩壁，真的是蛮壮观的它应该是这个冲击一层一层一层的这样子把它切割下来的。那这一边这个岔路本来要往右边走的，可是呢有点尿急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巴林大桥旁边
好，靠宜兰那一侧的呢有一个公厕，我想说，那我就来骑车过去，上完厕所再回来探访我们的裕丰道路好了。好，这边就是著名的巴林大桥。虽然呢，本来目的不是这个啊，但是人都来了嘛，是不是？来都来了，就想说拍张照好了。巴林大桥，它是一个粉红色的桥，为什么呢？因为呢，这附近就是有这个拉拉山，水蜜桃特别多啊。上完了厕所，现在回头哈，这个是从宜兰往桃园方向过的巴林大桥哦。穿过那个下面哦，还是每次都觉得蛮疗愈的。然后大家有看得出来12月的这个北横的山上啊，有蛮多的树木啊，其实它是会变色的，因为台湾的气候大概是热带、亚热带所以呢，树木不太会变色。因为这个树木的变色的原理就是它的水分退去它为了要保留它的这个树里面的水分，那个叶子的部分就会变黄变红。可是这边山上蛮多会变色的树木这个裕丰道路啊，它其实在桃园这边算是桃113乡道，那在新竹那边就是竹60之一乡道。哇，我们看还在桃园这一段的裕丰道路啊，是双线道，然后我觉得马路特别平是有铺过吗？还是说因为没有必要挖来挖去，所以路面一直维持的都还不错加上两侧的这个树木，它很有这个秋天的氛围。那个秋冬的时候，那个树木会变色的，然后呢，树林也蛮茂密的，所以在这边骑乘呢，真的蛮惬意的。哇，骑在这边大家看，真的是心情非常的舒畅舒畅到什么呢？连警察他来巡逻到一半呢，他也会停在路边看风景而且蛮有意思的这边就是这个山上啊，风景很好每个人的心态呢都变得比较轻松柔软一点。然后经过一个路边，我也不记得是哪一边了啦那就是在这边发现前面那整片的山都是橘红色的耶，然后下面就是溪流这个是裕丰溪然后呢远方也有山，哇，这整片的这个风景实在太棒了我就在这一边呢，我算是有回转了把车停在路边，在这边拍一些风景给大家看。哇，没有想到呢，从桃园的市区骑上来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来到这么有秋冬氛围的地方然后这边的113乡道啊，可能是因为沿着这个山势来开出来的一条路，它就是这样有一点点弯弯曲曲的但是它的这个幅度又不会非常大，然后它是双线道所以路幅还够宽，骑起来是够安全的。然后路面很平，大家都有看到没有什么补丁啊挖东挖西的施工，所以这样子骑来骑去，左弯右弯，这整个这个气氛啊，真的非常不错，很有那种骑士很想要追寻的那种悠闲的氛围啊，骑乘感受非常好。哇，这左右两侧有这个好像是梅子树，然后远方有高山，哇，这条路太疗愈了。进入了新竹尖石乡之后呢，变成竹60之一乡道嘛还不是竹60乡道是60之一，可能是因为它是这个乡道里面的支线所以可能经费拨补的不够，所以这边的路况呢，感觉就比较差一点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山壁比较容易崩塌所以呢，这个路边就比较容易有落石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喜欢原始山林还有这个溪流的感觉的话，来新竹尖石乡这边真的也是蛮不错的，很能够感受到那种自然的野性，那这也是很不错的一个点。好，就在我尽情的享受这个裕丰道路的时候呢，不知不觉我就骑到了这个红色的大桥旁边，感觉这边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岔路点这边往左侧过这个裕丰大桥的话呢，会进入到那个裕丰溪南侧这边的石垒道路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那边石头非常多石垒，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没有要走那边那边会再走回去巴林那边，所以呢，我们要直走继续的把这个裕丰道路把它骑完。每次来到这个深山里面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说，这辈子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来这个地方
所以呢就会在这边想说去慢慢的感受这边的氛围。绝对不是我找不到路哦哈，我这个 Google 地图还算蛮准确的啦。一个右转呢，发现左边这边的树木全部都是橘红色的耶！哇，这边的枫叶也太漂亮了吧！我查了一下地图上说这边是美术营地哦，一个露营区，已经因为台风的关系，枫叶掉下来非常多了哦，已经都被台风吹袭过了，枫叶还是这么漂亮，哇，真的太厉害了！这个后面的路段呢，坡度就还蛮明显的有所爬升了哈。在短短的路程当中呢，我们从海拔1000要爬高到大约1500左右哦，所以呢，很多的发夹弯，然后坡度呢都还蛮陡的。小心翼翼的骑完了刚才那一连串的发夹弯上坡之后呢，来到这个地方就会接回竹60乡道了，这边就是锦屏后山产业道路。这边左边看到有一群车友，他们也是要去探访玉峰道路的样子，他们就从我刚才那一边转下去啦。祝你们玩得愉快哦！再往前骑一小段路呢，发现这边的路旁风景真的是太好了哦。这边这样子一望无际，前方呢有这个很远的高山，其实那个方向是往台湾的东南方看过去那个很多的山的后面就是台七甲大家可以想象吗？大概那个方向，然后再往前骑大概1公里左右呢，就来到这边，算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目的地啦——渔老观景台。但是这一边呢，路边都是红线就不能够停车。我们往前一点，在那里停车再回来。好，就是这个绿绿的平台啦，这边就是渔老观景台。第2次来这边了上一次呢是2年多前去这个司马库斯的时候基本上一定会经过这一边。哇，虽然是不免俗的来看一下，还是觉得这边的风景真的蛮不错的。虽然今天不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天气但是这个有一点点阴阴的天气，反而比较有冬天的这种浪漫的气氛，对不对？这边是可以随便把你的宣传的东西可以贴在这边，所以如果有来渔老观景台吃臭豆腐的人都会看到好，以前就有想过下次来的时候要带锅巴老师的宣传品过来，没想到今天真的成真了。贴正中间也不太好意思哇塞！哇，2年多前的这个心愿呢，终于达成了我自己做了自己的贴纸，然后还在这边给它贴上去了。希望呢，来这边骑车的车友们都看到这个贴纸之后呢，能够给我们订阅支持一下哦。然后这边的臭豆腐蛮特别的，它会把它好像是处理过的葱还是酸菜会塞在它那个臭豆腐的正中间，增加它的风味。虽然它的收费我觉得不是说特别便宜，但是在高山上能够吃到这样子的臭豆腐，也是觉得蛮美味、蛮满足的啦。今天虽然又是一次的独骑而且是回家前的一小段插曲，但是呢，能够绕上来骑一段这个80到渔老的玉峰道路，真的带给自己蛮多的满足感的，而且还完成了心愿，真的很不错哟。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锅巴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安妞。